在这里啊？怎么啦？怎么躲在这里呀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在这里，不用怕。没事啦，没事啦。电话打不通，我看你哥哥和妈妈应该在飞机上了。你不要难过，他们不要你，我要你啊！想不想我都无法逃避，走不走我只等你说一句，忘不忘我都无法抽离，见不见我们都无法离析，错与不对不是同等距离，爱与不爱都是心虚。我可以原谅，但我学不会忘记，爱可以重来，却无法擦去记忆，掩盖了痕迹，却残留它的气息。别问我说道歉，你要带着诚意和说不出的秘密。说英才，真的是你杀的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有没有试过背叛自己最亲密的人，还是被你最亲密的人背叛过？怎么样？是不是很不服气？如果你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，你怕什么被人跟踪？啊，你既然已经知道了，我也不需要再隐瞒了。哎，我是跟安娜在一起。才，我们刚注册不到1个月，我 Daddy 又刚走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的对我？我到底有什么对不起你？你没有对不起我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我们离婚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们离婚吧。就因为那个老女人？我不许你这么说，安娜。其实，离婚对大家都有好处。是对你好，还是对他好？所以你跟他说，因为我家里有钱就跟我结婚。那等我们离婚了过后，你就会跟他在一起？这些都是真的吗？你怎么知道我跟他说的话？我还以为你只是好好玩，逢场作戏骗那个老女人，没想到竟然受骗的是我自己。
难道你有始至终从来没有爱过我吗？就算有，也已经是过去的事，我们回不去了。他到底有什么比我好？我到底有什么比不上他？对不起。对不起。所以你不想跟我离婚了，对吗？英才，你说过你什么都听我的，你记得吗？你马上跟那个老女人断绝关系。从今以后，你不要再跟她见面。我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，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别再自欺欺人了。难道你真的可以当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吗？我可以。但我不可以。不要再勉强了。我没勉强啊，只要你愿意和我在一起。你不喜欢我，什么我都可以改。我知道是我的错，有时候我太过强势。那换成以后都是我听你的，好不好？换成都是我听你的。方爱心，你以前都是自信满满的，没有不好。你真的不需要为了我而改变。你让我还在乎我，我还在乎你，我还在乎我们这段婚姻，我还在乎我们的感情。但我已经不爱你了。就算安娜没有再出现，我们最后也会离婚的。你说什么？方爱心，放手吧。好，既然你不让我好过，那我也不会让你得逞。岳云才，你给我听清楚，我是不会离婚的。如果要我离也可以，除非我死。但就算我死，我永远还是你岳英才的太太。表姐，怎么了？他这次是铁了心要跟我离婚。你真的要跟英才打官司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只是觉得很累。表姐，你怎么了？头很痛。
来，你先休息一下，什么都别想。表姐，怎么了？会有点晕。哎，表姐，你没事吧？表姐，好点吗？好多了。医生说你的血压已经恢复正常，要是晚一点送你来医院，很可能会闹出人命。不用担心。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你怎么那么不小心？明知道自己对这个药物过敏，为什么买的时候没有告诉药剂师？不对，这个药是不久前英才帮我买的。他不知道你对这个药物过敏吗？他知道啊，我上了都会犯头痛，我的药都是他帮我买的。可能他只是一时搞错了。不可能，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，他对我的状况最了解，长久以来一直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你的意思是，英才故意给你买错药？不会吧，这是会出人命的。对，只要我死了，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得到我所有的家产，然后他就可以跟那个老女人双宿双飞。表姐，话不可以乱说，这可是谋杀。没想到他对我那么好。就是因为我太爱他了，是他使我变成了一个连我自己都不认识的人。是你，这么早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我有话想跟你说。其实，我也有话要跟你说。我在天台等你。我不能信任，我绝对不能信任。上面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干什么？你这个疯子，竟敢绑架我妈咪！你要是敢杀了我妈咪，我要把人杀了！你冷静点呐！
绑架你妈妈是我一时昏了头，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是我对不起你和你妈妈。所以你打算跟妈咪分手，不要再骚扰我们了？我会给大家一个交代，我以后不会缠着你们的。英才，你都看到了，其实向美干什么？不需要跟我解释。袁英才，我们都要为自己所做过的事情负责。就算他对你谋财害命，你可以报警。为什么要走到极端把他杀了？我是真的很爱英才的，他说过会永远和我在一起。我原本打算那天跟他一起死，但我最后还是没有勇气。你所谓的爱，是自私的，你只想到你自己。我没有，我做过那么多错事，是因为我太爱他，我太相信他了。你还做了什么错事啊？反正现在说什么都太迟了。好，你这个杀人犯，我现在就报警。我既然可以在你面前坦诚这一切，那我也早预了杀了人要填命。但在这之前，你当作看在小磊份上，你给我1天的时间。我还有一些事情必须要完成。等事情完成了之后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干嘛？跟我出来玩不准用手机。今天什么日子那么好兴致？心情不好，想你陪陪我，这样可以了吧？走。哎，你看你这张照片超好笑。你干嘛这样看我？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放心了。
Andy 的事，之前的事情，我不想再提。我没有必要为了别人犯的错而惩罚自己，不是吗？反正我相信，早晚他还是会付出代价的。对，他一定会付出代价的。不开心的事，我们全都给忘记。做人最重要的是要开心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Cheers， 我先喝。上车。是你？干嘛突然来找我？你到底要不要上车？既然你那么有诚意，怎么好意思拒绝你？你们这些女人真的是很善变。像你现在这样乖乖听话的，不是很好吗？啊？小磊，什么事？今天早上有没有看到爱心？我早上起来的时候，表姐已经去上班了。怎么了？我打电话给她，她都没接。你找她有什么事？表姐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爱心承认，是她把英才推下天台的。说什么？为什么带我来这么偏僻的地方？是不是要跟我来个刺激的？是这样的话，就早点说嘛。我要跟你一起死。把车停下，下来！走！把车停下，是疯婆子！停下来！停下！来干什么？小心啊！医生，救救我表姐好不好？救救我表姐！不好意思，我们尽力了。不可以的，我表姐不可能自杀，不会死的。哎，救救我表姐好不好？救救我表姐！救救我表姐，她在那边而已，救救我表姐好不好？就在那边而已，救救我表姐！小磊，你看他。
请问你们是伤者 Andy To 的家属吗？他和方小姐在同一辆车发生车祸，因为伤势过重动了手术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，不过还在昏迷，一切都要等他醒过来以后才能做评估。谢谢你，医生。为什么死的人是表姐？为什么不是你？偏偏死的人不是你。你说，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才不过几天，他人就不在了。前几天，表姐还约我出去，一起玩，一起吃饭，我们还玩得很开心。很尽兴，可是怎么会第二天就？爱心跟我说，他会给我一个交代，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。现在回想起表姐那天说的话，才发现。他好像预测了自己会离开，难道他当时是在跟我道别？要是我早一点发现，阻止他，也许表姐就不会死了。我只是不明白，为什么爱心那个时候会去找那个 Andy To？我碰过 Andy To骚扰爱心，爱心很显然不喜欢他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2个星期前，爱心怕你担心，所以不让我告诉你。你跟爱心的关系这么亲密，他有没有告诉过你，他跟 Andy To 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他们是什么关系啊？为什么会一起发生意外？妈，你在干什么？收拾英才的画作，方便以后拿回巴黎。爱心的骨灰已经安置好了。小磊还好吗？还需要点时间。你有空就多陪陪他。我会的。都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。先是英才，跟着爱心也出事。妈，你会原谅爱心吗？老实说，我不知道。不过人都已经不在了，放不下能怎样？谁对谁错已经不重要了。需要帮忙吗？就那个箱子吧，里头是英才以前上课时的教材。还有一些学校的文件都不要了，你帮我拿下去，丢进楼下的回收箱。小心，很重的。我还以为是纸张，没想到这么重。
她是我前夫的第2任妻子，珍珍，也就是英才的继母。原来是他。他们的爸爸和珍珍有了外遇之后，我就跟他离婚。过了不久，我就带着英杰去了法国，英才则留在新加坡跟他爸爸一起。英才有提起过这件事。这是我们无意间发现的，我们没想到在你画像后面隐藏了真正的画像。看到这幅画时，坦白说，我很惊讶。今天冒昧的来找你，是因为知道英才生前和你的关系比较密切。或许他有跟你提起过真正的事。英才有告诉我他跟这个女人之间的秘密，我还以为那是一段不堪的往事。可是现在看到这幅画之后，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当初他选择跟我在一起。原来英才一直都无法忘记他。买了你最爱吃的薄荷巧克力，不想吃，那我吃啦。干嘛不开心？是想哥哥还是想妈妈啦？干嘛不说话？还在生我的气啊？为什么要生你的气？气我破坏你的家庭，因为我的出现，你爸爸才会跟你妈妈离婚，你妈妈和哥哥才会离开啊。你真的认为是我破坏他们的婚姻？我不知道。那我问你，在我还没有出现之前，你爸爸跟妈妈是不是经常吵架？所以事实证明是他们的感情出现了问题，我才会介入。外人不知道，误会我，我也不想解释。但是你现在和我是一家人，你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所以我很在乎你的想法。还生气吗？吃雪糕吧。来，那你证明给我看，你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到底有完没完？为什么3天2头都在怀疑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？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你还在跟他联系？我跟他联系，只是因为英杰要办入学的事情，就那么简单？我为了你，都已经和他离婚了，这样还不够吗？你是不是后悔了？我就知道，你当初主动接近我是看上我家里的钱，可以帮你发展事业，对不对？随便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，反正我现在说什么你也不会相信的。玉章。画的真好，陪我喝酒。要是你爸跟你一样有眼光，又对我好，那就好了。
看清楚了，是你对我最好。看着我。英才，妈跟哥哥都很想你。我在法国已经找到工作，生活已经稳定下来了。这一次回来就是要带你去巴黎。到了巴黎之后，我们3个人又可以像以前一样生活在一起了。我想留下。你说什么？我想在新加坡跟爸爸和珍珍在一起。你不想英杰吗？我知道我现在没资格说什么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一直把英才当成自己最亲密的家人。这段日子，我和英才都相处得很融洽。往后，我和以昭会好好照顾英才的，对吧？送给你。你给我这个干嘛？你就不要再生气了，好吗？原来你察觉到我生气了。之前是因为公司的营运出了问题啊，所以我才会心情不好的。要是公司经营不下去，那就不要做了，把公司关了。那我拿什么来养你啊？你可以到我爸的公司上班，挂个名当个顾问。反正我喜欢的是你，又不是你的工作。我是认真的啊。反正我爸有钱，我是想你每天陪着我。我要的是你，就算得不到你的心，我也要得到你的人。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。放学啦，过来陪我喝2杯。我忘了你未成年。你为什么和他和好？谁呀？你说你爸啊？不是说过还是我对你最好的吗？干嘛？学会吃醋啦？看来你长大。不喜欢你和爸在一起。你还小，我们大人的事你不懂。我已经不小了。对，不小。所以，有时候我喜欢你，有时候我喜欢你爸，这2者之间可以没有抵触的。就好像你爸爸跟妈妈一样，以前你爸爸喜欢你妈妈，后来你爸爸喜欢我。一个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口味，等你长大一点就知道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现在不要我了？什么不要你了？所以你也想把我留下来，是不是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干嘛？做什么？你给我回来！给我回来！喂，喂，是你吗，英才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英杰，怎么了？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打球擦伤了。这么不小心，我帮你擦药。
初我就应该问清楚英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当时他一定很害怕、恐慌。虽然真真不是英才杀死的，但是他心里一定也不好过。英才当时还很小，他心里一定很难受、内疚。我没有办法在他身边安慰他、支持他，让他一个人默默地承受这一切。我真的是一个失败的妈妈。妈，这不能怪你，我也有错。全是我的错。我回来新加坡的时候，看到英才和真真在一起，当时我的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怪异。安慰我自己，我以为那是因为英才失去我们之后对真真的一种依赖。其实回想起来，当时就已经有蛛丝马迹了，只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会是这样。可能因为这样，才会扭曲英才对待感情的看法，所以他才避开我们，从来都不肯跟我们谈论他的事。也许对于这样的一段关系而过去，他自己也觉得难以启齿。他独自面对这一切，没有人可以倾诉，一定很孤独。可是这些错，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弥补了。想不想我都无法逃避，做不做我只等你说一句。忘不忘我都无法抽离，见不见我们都无法离析。错与不对不是同等距离，爱与不爱都是心虚。我可以原谅，当我学不会。